好，谢国良今天主持转运站的启用啊。那另外呢，这个林右昌又把他的政见拿出来说，8年我干了什么？这很无聊。他也不再选连任了，他现在不是要选立委，他原来是内政部长，现在干民进党秘书长，他在这是讲他的半年的政绩啊，也很奇怪，在这个时候哈。那因为转运站的开幕没有邀林右昌了哈，林右昌就酸哦。谢国良说他仅邀交通单位参加，没有邀其他的人啊。那另外呢，现在呢，国民党跟民主党都要去这个支持谢国良，要民进党呢悬崖勒马，民进党不会勒马的，勒什么马啊？民进党玩得高兴了啊。那现在第2阶段联署呢，要3万多一点才够，那现在说可能会破4万。那你剔掉那个，现在叫剔掉不合格的嘛，看到底怎样哈？那如果谢国良真的被罢免成功，那明年就是一个大罢免潮，哇！民进党就这个乘胜追击啊，见猎欣喜哈。但谢国良就大家放心，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放心哦，要罢我罢不成的哦。可是因为现在罢免的门槛比较低呀，哦，谢国良当选拿了将近10万票，9万多，罢免只要7万多就可以了。那我看了一下，他的对手就拿7万多票，所以到时候只要他的对手、支持对手都出来，就罢掉了。那你说，那支持他也都出来，通常这种罢免这种仇恨动员，仇恨动员是有仇恨比较容易出来，没有仇恨他这干嘛？我已经选了你了，我怎么干嘛再出来呢？这不一样哦。那现在当然有人说，你罢免的票应该比这个当选的票多，就算罢免票比当选票多，罢免的也不是当时提他的。也不是当时投他的，理论讲，比如立法院什么复议啊什么，就是说我当时表决在场，我才可以提。你因为表示你当时就是支持的嘛，你现在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投你，我现在被他动员出来罢免你，真的是很不合理啦。哦，尤其现在这个门槛真的很低哈。那杨宝珍啊，民众党原来的这个发言人，他说民进党输不起，还想装小白兔。民主不该被操弄，杜绝恶意罢免，他就是恶意罢免你啊，那怎样呢？哦，就是恶意嘛，因为你有什么道理罢免他呢？韩国瑜你还勉强说因为任期没满去选总统，谢国良没干什么，他就还很认真在做他的基隆市长啊，官司也打赢了，户产也成功，虽然官司没结束了，还可以2审3审。那他送电动车，他选举政见之后送电动摩托车啊，哦，所以大家去抢，就大家还蛮欢迎的。他有什么事？到底是做了什么错事？说重大的贪污案啊，重大的浪费公帑啊，重大的这个施政怠惰啊，他都没有嘛。你这罢免他有什么？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了哈。那所以呢，虽然他成功率不高，但是政界说还是严重警讯哦，因为很奇怪。说深蓝选区呢，暖区它的支持度并不高，满意度最低。哦，深蓝区的信义区对它的支持度蛮高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就是拿东岸商场嘛，现在争议的时间轴，说林右昌是为了转移焦点哦。那朱立伦也说，他公产变成私产拿回来，有什么问题呢？哦，那另外呢，朱立伦说呢，民进党专门搞政治斗争，要林右昌悬崖勒马，你是民进党秘书长你说你党不介入，你现在整个都跑下来，什么叫不介入呢？谢国良今天到国民党中央去研议，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巩固自己的选票？我们看一下。市长加油！出席转运站启用活动，同党同志送暖，加油加油，声声喊。罢免团体说，收件已过2阶门槛。请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准备，还是要把我们的市政工作做好。下班后我们会到八德路跟大家讨论一下近日的局势。谢国良有信心拼市政防罢免，党中央也出手备战。基隆身为蓝白河示范区，身兼市府推广大使的民众党杨宝珍也帮忙补个血。3位的民进党议员，然后他们也参与去来开设这个所谓的服务处，让他们进行联署之后，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民进党的确是有这个介入罢免的状况。公民团体喊拆梁，蓝白联手挺顾良。毕竟绿营在罢免活动中失利不少。
其中，民进党前市长林右昌脸书发文说，这转运站任内99.7%已完工，更酸新市长怎没揪。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还有过去工程留下来的种种缺失，但是市府积极改善，总算在民警期盼下，让我们曾经有过4次变更设计的基隆转运站正式启用。也要感谢林右昌市长在任内大力的来规划。为什么我讲到林右昌麦克风有问题呢？致辞过招，你霸我，我霸你。民进党议长童子伟也成蓝营喊霸目标。说真的哈，今天没有邀请右昌市长来，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啦。国民党中央如果实际到地方来看看，实际走一圈，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目前为什么引到让市民有所不满。罢免上升为政党对抗，车站启用秒成攻防战场。那佩想基隆到底怎么回事？基本上来讲，我们先讲城际转运站好了。城际转运站当初其实里面有不少的缺失，然后其实城运转运站不像林右昌讲的说他在任内99.7%。因为里面很多安全缺失，而且工程上也的确很多的漏洞，必须做4次变更设计。那赵先就知道，4次变更设计其实对整个公共工程来讲是很伤的。后来国良也是认为说是，既然我执政，全面执政，全面负责，所以他一肩扛起。那与其说现在基隆的状况是说，我自己的认知是，有很多的人会认为说，我们讨厌罢免。因为说真的，我们被民选出来的民选市长，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我们本来是要来这边做事的，去关心民生议题的，关心城市的发展，关心国家的发展。可是现在，而且老实说，一般的人民都是，一般的民众都觉得，你2年选一次，2年的中央选举，2年地方选举，台湾一天到晚都在选举，其实蛮讨厌的。现在还加上一个罢免。变成说随时都可能再选一次，那民生议题大家都不用顾了吗？那我从3月份国良刚开始被第一段罢免的时候，我就说我反对罢免蓝，我也反对罢免绿。我到现在我还是这个论点，我讨厌罢免蓝，也讨厌罢免绿。而且更现实的就是说，现在这种仇恨动员，严格讲起来已经不讲理性了。现在国良什么事都是说，什么事要媒体大量聚焦，什么事都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错。我上次在节目上面讲到说，那个知名小吃店里面油豆腐里面有蟑螂，谢国良的错。港警局的屋顶换成人工草皮，就那个有味道，是那个排水不佳，谢国良的错。那不是他的事情吗？不是，很多事情港务局是中央的事情。港警局对，那就全部都是说聚焦在国良身上。加上说各方面的，像是网军啦，像是一些这种抹黑造谣上色啦。我们现在在看到国良现在遇到的是所谓全面的舆论战。那最后面林右昌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罢免一定会成案，第2阶段一定会过。在林右昌正式进来之前，我们听到的数字差不多24000到23000到24000。其实你在最后面2个礼拜之内，你要直接冲破3万份，就算1天500份，其实都有点困难。因为基隆的刚刚在那个其实在里面我有讲到，基隆的大部分的居民，基隆大部分的市民，他们都是在工作人，他们都是往返双北的通勤族，不管开车的、坐国道客运的，还是搭火车的，你平时很难找到这些人。那这些人你在基隆好不容易抓到他的时候，他只想回家，他不会很有意愿去跟你去听你啰嗦说政治怎么样怎么。尤其今年初才选过举。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忽然2个礼拜之内，一天以1000份的数字直接冲破到4万份，那我们又很清楚的知道，连柯文哲主席都讲，基本上是被联署，因为人家只要说你有这个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地址，有你的其他重要的资讯，你不用身份证，直接就可以抄进去。抄进去之后，你说真的要去好好去要去审核，要去查核，其实这个机制非常不明朗。所以我会认为说，回到甚至这个罢免法这边，的确它是有修的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国良已经遇到这个状况，未来是一整个的仇恨动员。我对谢国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我会觉得说，这种罢免这种事，实在是很浪费社会资源。而且这样继续下去，说现在这是第一站，那我们希望国良这次就把这个罢免潮把它止住。因为说真的，假设说到明年大罢免潮，柯建铭很期待大罢免潮。
那个时候不是只有蓝会被罢免，绿也会被罢免啊，而全部人再选一次举，这样对台湾对国家会是好事吗？那叶律师。我其实这边这是一个立法院在110年3月就是3年以前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好，当时还是院长还是苏家全嘛，好，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为了谢国良的这个事情。好，那个时候就在说，立法院的法制局的报告就在说，应该要避免少数罢免多数的结果。好，就是刚刚其实赵大哥也有提到，就说现在你这样的结果变成说，你的当选票数，尤其在首长、县市长，你的当选票数呢？罢免你的门槛只要会低于你的当选票数，但是你对县市议员来讲呢，会变成罢免你的票数要高于你的当选票数。好，这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是要针对这2种不同的选举去考虑重新调整门槛啦。好，那其实立法院好像最近也要讨论这件事。我觉得坦白说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哪一个首长或哪一个委员或是哪一个议员，而是说本质上，如果你今天当选是10万当选的，你就应该要比他多，才能把他罢免掉嘛。不然这个选举这样的罢免会变成是造成一个政治滥用的结果。好，那就如同刚刚林委员在讲，那我们难道希望看到台湾就是不断在政治对立、在对抗，然后变成刚当选的首长也没办法做事吗？哈，然后尤其我们刚刚讲到什么，不管是机车的补助或其他政策，这都是基隆市议会通过的预算呢。好，是基隆市议会通过的预算，然后你要罢免基隆市市长，这不是莫名其妙吗？不是市长自己掏钱出来，没有经过市民的同意，是市议会同意的。那你这个去罢免市长，他的道理在哪里？这是完全没有合理性可言的啦。不过他们现在因为怀疑说会不会作假了，就是那个联署了哈。那我是想，因为反正选委会是基隆市选委会是基隆市政府嘛？我查很难，是它是中央的选委会，然后有下辖的基隆市选委会。但是基本上是基隆市政府。我先讲一个最现实，我告诉你怎么查哈，我告诉你，4万份吧，每100份抽1份，合乎随机抽样吧，400份，一个个打电话问嘛。假如这400份3个钟头就打完了，找一些义工，400份里面如果说100份都是假的，说没有啊。那就全部彻查。如果400份说只有4份、5份说是没有，其他都有，那就表示是真的了。这个用随机抽样，科学的事情用科学嘛，不要说4万份我怎么查，这个很容易就查了，一点都不困难。随机抽样嘛，就反正对着每100份我抽1份出来，每100份抽1份，每100份抽，我就是随机嘛，抽样一定可以查出来的，一定要这样做，否则的话光嘴巴讲，所以到那边作假，又不去查，那这怎么可以？对不对？来去看，一定要去查了。今天柯文哲就特别讲，很多人是被联署。什么叫被联署？我们那个民众党里面各党来的人都有嘛，有国民党的，有民进党的，有些民进党同事都开玩笑，他说以前我们就超过，因为民进党很多人手上都有名册。那你现在的规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大家记不记得郭台铭后来他帮他的某些人包括某些议长后来被起诉有没有？就是因为那个你要去参选，你那个联署书是你要身份证是影音本身拿出来的，很严格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你要去罢免县市长或者罢免这立法委，不用。好，例如说我知道这个庆妍的这个住址什么那些，我就帮你填一填，我把庆妍就填上去了，我就帮你写上去了，我就被联署了。好，那第二个更离谱就是，我听完那些朋友讲，就是说很多人，你说民进党的人手上，你说可能他就有100份名册啊，这是所谓柯文哲的被联署嘛。我说这100份拿出来抄啊，拿出来写啊，这次可以用，下次也可以用。我要罢免一堆的这个立法人，全部都可以这样用，罢免县市长也可以用，那就会碰到刚刚赵大哥你讲的，你要去查。很难查，因为它本身身份证就不在里面嘛，对不对？你要查起来困难度也是高，所以时间老讲是浪费的。所以我们在要求是什么？现在一方面门槛的事情是可以讨论，对不对？可是更重要的，你这个程序，这个联署程序，你要把身份证附上去的。对，到底门槛到底要不要提高？要不要修选罢法？我们休息一下讲。先民进党好，为什么谢国良这罢免大家看那么重哦？成败哦，吹动到底有没有这个催票的动能啦？哦，有没有动能来催票是成败的关键。另外呢，就是会不会他只要罢免成功，民进党就哇吃了鸡血啊，打了大补丸，就明年就开始一连串的发动啊、哦。那另外呢，礼拜4他们要讨论选罢法门槛要不要提高了。那现在看起来，因为民众党不同意，国民党里面有不同意见，洪孟凯就说有共识来推，看起来是不推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委员认为说，罢免的票应该比当时他当选的票多，才合理嘛。
但是呢，国民党有委员认为说，这个时候会不会反而对谢国良不利，反而激发了民进党当时又给你闹啊，说啊为这个因人设事啊，因人修法了，反而不好。所以呢，以后再说吧，现在不要提。有一部分人这样认为，那民众党也认为说，这时候不要提。哦，那陈柏惟说，你看我当时当选就112839，罢免我是77899啊，当时我是不讲话，从这边就看得出来不合理。所以这个罢免不是只对蓝，对绿也是啊，也是这样啊。哦，就是说我当选这么多票，罢免票应该比这个多才对嘛。哦，柯文哲不赞成更动罢免门槛，周立伦说至少比原来当选票多1票吧，才合理嘛。哦，那另外呢，这个说郭国文、赖瑞荣，民进党以前也说要提高罢免门槛啊，这边都有啊。哦，以前他们也是说罢免门槛要提高。哦，那个时候呢，就包括郭国文，你看，哦，这都是民进党啊，王美惠、赖瑞荣等等，这是民进党啊，蔡易余，当时他们都同意啊，也提这个在什么时候？这是111年啊，2年以前，民进党也觉得不合理啊，啊。那所以呢，这也是民进党提啊，哦，那这个是赖瑞荣、苏正清、陈亭妃、邱意莹、范云等等，他们也提啊，哦，那这是这次国民党的委员提啊，哦，所以呢就变成说，那民进党你以前也提啊，那现在国民党也提啊，那为什么你现在骂国民党呢？那你当时为什么提呢？哦，所以柯文哲就问柯建铭说，啊，你确定绿的都不会罢免吗？啊，真的假的？你们认为你们都不会被罢免？有这种事情啊？那柯文哲也说，很多人是被联署的，就被联署自己也不知道，你就被抄一抄，哦，庄脚就拿了名册抄嘛，哦，所以柯文哲主张罢免门槛不动，但是呢，联署的这个程序要严谨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不提高选罢法的门槛啊，那民进党，而且他们说到时候要投反对，那一投反对，加上民众呢就超过国民党了啊。那另外呢，5个国民党立委呢到士林北投去开讲，吴思耀说：“没得惊，我没在怕哦，我不是软柿子哦，等等，就是心里还是窝囊了。只要到你那选区罢免你再怎么样哦，都脱成皮了。”我们看一下。无党立委高金素梅看起来神情显疲惫，身为4日排审选罢法的赵伟也因为身体因素请假，但强调绝对不会缺席。我觉得这也有道理。那民众党讲的也有道理，内政委员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和谐的，很少用到表决权。意思是不反对蓝营版本，也就是许宇珍提出的要求罢免票数要高于当选票数，摊开内政委员会各党人数。身为另一个关键，就是民众党的麦玉珍，他则表态会跟民进党一同投下反对票。民众党有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不赞成把罢免的这个门槛提高。毕竟党内2度开会定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坚持要修的是联署方式，而非门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透露，党内委员确实有不同声音，没有时间表，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是团进团出。强调没时间表，有共识再推。毕竟4号要审查前，先召开公听会，听取各方意见，是否意味修法方向会与时俱进？再能不能整合出一个好的版本呢？我反而觉得是这样子的时机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掉在因人设事，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谁的罢免，或者是考量个别的这样子呢，你反而掉到大家的质疑里面嘛。因为关键民众党不支持，若想强行通过也没办法。民进党大党鞭柯建铭先隔空开呛：你要闲来热嘛，否则自行实务。你真的是要修的时候，第一个效应就是把谢国良送上断头台。喊话赶紧回头施案，但蓝营也反击，秀出过去民进党提案版本修罢免门槛，成为朝野攻防新的主旋律。去看民众党到底怎么决定？民众党就是我们不赞成那个门槛，这时候因为这时候太针对性嘛。可是，在程序就刚讲的，因为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我们的同事都说以前帮民进党超过那个名册嘛，对不对？所以就不要了，把程序上做一个比较严格的。例如说，我们可以要求嘛，例如说以后包括要罢免，你身份证的影印本要附上来，这个要求非常非常合理，就跟你那时候要推荐这个总统的时候那个联署是一样的嘛。不过今天下午有一个最新的进度啊，现在民进党突然出招了。他们也附和我们的这个做法。那个吴秉叡啊，他提了一个，他们也说在程序上面，就以后第一个就是说以后如果要联署罢免，他说要求要把那个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换那个日期要写上去，而且最重，他可以罚到
5年以下的这个刑责。所以现在民进党也在出招了。我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可能就附和我们台湾民众党提的这个方案。那现在国民党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门槛，如果我们不支持，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协调？我现在听起来，好像孟凯的意思就是说，好吧，那如果门槛没有马上过，可至少这个程序上面，我们做一个比较严格的控管，那这样就不会进入那个大罢免时代嘛。然后讲现在应该回过来，大家多一点经济，多一点民生了。这个罢免来罢免去，真的也不好啦。我觉得这样修 OK， 但是理论上，既然程序重新啊，实体重就，他就应该从基隆的案子开始，赶快过，然后从基隆的案子重新做联署嘛。你不能让原来这样乱七八糟不知道怎么联署的，就稀里糊涂过去，到最后倒霉的都是国民党。好，然后那个大家没想之后没事的，就是民进党。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理啦。对啊。不过讲真的啦哈，现在这种我们讨论政治很现实的问题哦，你因为修这个法呢，大家都是利益当事人，好，尤其是我觉得。民众党团为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跟国民党团的意见不容易一致？因为很简单啊，民众党通通都是不分区啊，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在这个罢免机制里面不是生与死的问题啊。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民进党的区域立委，反而大家在这种问题上面，他有被压迫感嘛？他可能会对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社会很大的共识跟讨论呢，任何的角度修，就跟之前修，为什么之前会发生这个罢免的门槛现在被这么多检讨，说简直不合理，对不对？因为你在单一选区的地方，你非常不合理。可是你在复数选区，譬如说罢议员来讲，这个门槛又算是很高哦。因为议员你可能1万多票就当选，可是你要罢免他，你要7万多票才能罢免他。所以呢，当时在修那个法之前，民进党借着这个在立法院的国会优势，稀里哗啦通过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经过严肃的讨论。那我觉得现在为了台湾的民主跟稳定度，这个部分需要严肃讨论。但是谢国良的问题呢，我必须呼吁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从以前韩国瑜的那个失败的经验，一定要记起教训，就是说你。知道它是仇恨动员，你知道它是一个政治的压力，你知道所有民进党呢都是令人厌恶，可是他就是在跟你搞政治。你若在这个时候还想要说我们低调我们不要应战，那个民众选民会有智慧，错。你要全力的对抗呢，你就叫你所有，我认为谢国良市长跟市政府应该什么态度？我就是认为我执政的很好，我就是当成我任期的给民众再投票一次对我的那个支不支持的投票，所以你要大量的去动员，你要利用你的部分，然后让所有支持你的人通通都出来支持你，不要再想说这个投票率会低呀，那我们如果能够躲过那个没有过25%的门槛他可能会失败，这一招行不通，就是要强力的动员。我就不相信，我认为基隆谢国良做的真的很不错你用很多的指标，包含那个电动机车的事情，年轻人是很赞成的，但是要叫他们出来投票，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不能出来捍卫好的政策跟好的市长呢，你的未来好的福利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要大幅动员。谢谢两位。好，中研院今天开始开这个院士会议赖清德去致辞说，打造台湾要成人工智慧之岛人工智慧 AI 说能源呢，中研院跟台电会持续合作而且呢，赖清德说呢，以前都是重北轻南现在呢我来了，我要把 AI 移到中南部莫名其妙，这是个总统讲的话吗？这样你是高雄市长是台南市长？过去6次总统选举，民进党当选4次，陈水扁8年，蔡英文8年，16年。他说过去都不重视中南部，那前瞻计划预算给了多少钱？怎么会呢？很早前可能是这样，但是慢慢的很多的这个建设也在中南部而且对赖清德来讲，一副好像说我来报仇了，我现在把北部通通往中南部移。你是整个国家的总统，你不是中南部的总统而且他是万里人不，他是选举万里，现在忘了。好，那么另外呢，核电到底要不要延役
7月10号，国民党说初审希望能够过关啊。那当然，国民党里面现在有2种不同意见，我也听到2种不同意见了。一种就是说我们管他，我们既然是多数蓝白，我们就应该推动民生喜欢的法案。有人讲说，民进党就反对啊，到时候都怪你啊，对不对？那民进党说电够了，就让他去 run 啊，对不对？让他 run， 到时候电不够，他就知道了，要骂他。所以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啊。那柯志恩说，民进党是关键，就是说，就算法案通过，民进党不做，他也不做了。平常讲，我是法律通过了，你可以下车，我就是不下，我就是不派人去检查核电厂，我就是不重新这个启用，你把我怎样？而且民进党说，国人不会接受的，什么研议？朱立伦说，你这是意识形态嘛？那这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啊。那国民党说，缺电是国安危机啊，你要给他缺电吗？廖先想说，不少在地民众是支持研议的，尤其屏东那边附近民众是支持的。新北也是啊。那这个民进党说，本周排审如果强行通过，国人不会同意啊。那柯文哲说，你再生能源追不上来嘛，对不对？你现在就是意识形态反核嘛，你7、8月一定会跳电的。到时候呢，只要一开冷气，7、8月就跳电。所以核2、核3研议最安全，但是问题是民进党现在也不要延，他没有说要延呐。我们看一下，未来我们要打造台湾成为人工智慧之岛，加速人工智慧的创新应用。疫情后，中研院首度举办实体院士会议，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谈起能源，要中研院和台电持续联系。为因应气候变迁，中研院也和台电公司合作，例如地热、海洋能、高效太阳能技术上都有初步的成果。夏季才刚开始，能源议题棘手。好吧，核2、核3不要延，我们再看一下。停摆多时，位在新北市万里的台电第2核能发电厂格外安静。国民党主张核电延役，召委柯志恩将在会期结束之前排审相关提案，其中核2厂该不该延役也在讨论之一。其实核2厂的1号和2号机早在2021年和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除役，但是现在有立委提出核2厂对在地的经济有强大的支持，因此接获不少民众是建议延役。到底有多少的比例是支持的？可能还是要透过一些科学化的统计才能够有一个客观的数字。而核2厂因为目前燃料棒都还在炉心当中，因此只要检测这个设备是安全的，那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法令的松绑而已。不晓得有多少居民支持，但强调核电相较火力发电相对安全，只是大部分居民支持与否，其实取决于这个原因。不论是核2厂的重启，或者是它是永久停役哦，至少你的核废料是不是还是在持续在我们万里地区哦？那是不是可以比照以前的这种模式哦，甚至给我们一笔这种城乡风貌的建设费用？毕竟目前核废料现况为何，居民根本不晓得，而唯一有感的就是相关补助金。当然，安不安全也得考量。相关的核废料要往哪里去？就算您现在立刻核定核废料储存厂的建制地点，正式开始启用，也必须要等到2030年。不只是相关法规的问题，还有更多在地居民的社会共识。延役与否，蓝绿还有得攻防，但迈入夏季用电高峰，国民党趁势排案，自然也盼让支持的声音极大化。军雄，我是谢谢了哈。这国民党好像是替民进党担心，好像用电量不够哈，这个发电量不够用的。这几瓜干嘛公里面。这个是不是另外有所图啦？我是觉得核电这个事情已经吵这么久，对台湾来讲，包括童子贤最近也都加进来，那 AI 的这个热议题啊，也都进来，用电量可能会很大量的这个突增，等等啊。那再生能源好像脚步也跟不太上来哈，这个最近的数据大概显示出来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才会有担心所谓缺电的问题啊，那才会演变到今天说啊，这核电最快，核电事实上核电没有最快啦，停役之后要再启动是困难的，延役就运转中的不要。停，或许简单一点那但是这些问题啊，对民进党来讲啊，我还是强调，我一直在这边的立场都这样子。民进党并
没有改变所谓的非核的立场。虽然说总统他一再承诺这可能就是这个用电不会有问题保证怎么样那童子贤的这个讲法，不管怎么样都没有这个在经过所谓的民进党内的官方的这种所谓决议，不管中常会中执会代表会等等这个在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决议里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要去让民进党去改变这个支持核能继续运转如果他需要停役让他继续再延役或者是什么重启等等这种这个议题大概民进党现在是很难接受的。那你是反对国民党提案就是了？对，我是反对我觉得你自讨没趣。那李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民进党不会改变，他2大神主牌绝对不会变嘛，一个台独路线嘛，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非核家园嘛，人家不想改人家现在是执政党，你干嘛多管闲事？要去拆除他的这个神主牌，要替他拆这个神主牌，要拆他自己拆对不对？民进党如果他的心态不做个根本的调整的话，你通过这个决议，你要替民进党这个解套。人家认为是狗脑耗子多管闲事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民进党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你要发展 AI， 这个电迟早不过现在就已经不够了，要不然怎么会一下子几百户、几千户的跳电呢？那轮流在那边跳电，那是干什么？就是因为你有问题，就像你钱不够才会偶尔这边跳票，偶尔那边跳票一样嘛，就是一样的道理，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就让民进党自己去搞，我们继续提出我们认为要恢复核电的那个的基础是什么？那个理念是什么？我们把全世界最新的资料那些拿进来展示，这样子。我比较有兴趣的根本是童子贤，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很能干不能干怎么可以赚这么多钱呢？第二个，我认为他不是赤子之心他认为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所谓的非核家园这个概念你要接受这个核能他大声的把它讲出来。可是，而且他现在那民进党不理他，可是现在这个赖清德搞了3大委员会、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把他跟中央院长拉进来当副召集人。所以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我认为童子贤是一个我很看得起的人。我请问你，童子贤董事长。我不知道你是总裁董事长反正我要请教你，如果民进党最终没有接受你的观念，还是要走非核家园，请问你要打算你给社会什么个交代？你还是要继续干那个副召集人吗？就不跟现在经济部长一样了吗？对不对？我希望我认为你比较像书生你不像企业家。我认为你就坚持你的理念，到一个阶段民进党不接受，你要挂冠而去嘛？何况你又不缺钱。我就想到一件事李远哲那时候跟蔡英文总统碰面，说你为什么是2025非核家园？我不在了。对，蔡英文就说2024我就卸任了。那现在就是民进党自己要面对嘛，很不幸2024以后还是你们嘛。你们要不要自己拆掉你们神主牌？之前跳电都说是电网韧性不足，民进党执政8年，韧性该够了吧？还继续跳电，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我们就等着看嘛。现在每天到处跳。昨天现在已经不讲小动物了。3个县市有将近1万户到处跳，停。机场这个也跳，这个也跳，那个也跳。那另外，其实大家只讲的其一，没有讲其二。电够不够是一回事，贵不贵是另外一回事。2个都是问题。你不是只是够，贵得个要死。核电1度1块多。你那个绿电什么搞个5、6块，贵那么多，就算够也很贵，更何况还可能不够，还不稳定有一个国立大学教授写了一个资料给我了传一个 line， 我反对蓝营那么用力推核电，原因很简单，执政的民进党一直说有电，没有怕缺电。如果核3研议成功，台湾不缺电，大家有冷气吹，民怨不再沸腾，帮民进党解困，也没有人会感谢国民党，或将来投国民党。要下架民进党可能性越来越低，民进党在累积民怨，国民党在擦屁股，以为自己还在执政。以凶手见略同跟我的看法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以长生为练就是说，就是说，还是要，既然蓝白加起来过半，
还是应该要为人民来着想。可是问题是，你们就算通过法，民进党不做还是不做的。对的，所以我们你不能帮他怎样嘛？我们先把这个法先修好，修一下再回来，看做不做他们来。好，那么输液哈，就医院的输液哈，现在不够。输液有几种啊？一种是葡萄糖盐水嘛，一种是冲洗，比如有些器官的冲洗，它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再冲洗哈，把它冲血啦什么冲掉哈。那一种是打针啊，比如说打抗生素，这种吃的有些效果比较差，他就用挂点滴把那个药放在那个输液里面哦，这样比较快啊，你全身立刻血液里面都是这个抗生素啊。陈金辉委员是说哦，台湾 needs help， 现在不够啊，就一家提供台湾80%的输液，这家还给你违规，一处罚他，就停止生产了，就不够了。怎么可以让台湾只有一家呢？哇，这个垄断太厉害了吧！这是医院的很重要的这个需要的输液，怎么可以让一家来垄断呢？公平会从来没有讲过话。卫福部从来也不让我们知道，现在突然发觉只有这一家，哦，真的是荒唐吧？这真的很荒唐。你什么是台湾重要的东西可以只有一家生产，在80%，不很荒唐吗？哦，那现在呢说要专案进口，那国民党说一个委员曾经违反 GDP 哦，另外呢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健保给付药品点值过低，所以其他工厂不做。只有这家做，那做呢？因为做的数量够大，而且他赚一点点钱也就够了，然后再给你围一个规，就变成这样子哦。那另外呢，总统要设一个健康委员会，这样卫福部会不会变成傀儡？卫福部长邱泰源说，他们都会尊重我，到时候你看好了，我才不相信呢。哦，那另外呢，这个吴秀梅哦，被讲说是派系斗争下台，邱泰源说是人生规划，这个卫福部长说不是派系，是人生规划啊。那陈时中是力挺吴秀梅了，他说并不是被拔关，他已经尽忠职守，而且辛苦了，绝对没有斗争，也没有什么心结啊。那另外呢，这个林淑芬还是酸他，说他能力态度都不及格，能力不够，态度还在立法院还很这个凶悍嘛啊，跟立委吵过来吵过去，所以能力态度都不及格。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国安危机啊！如果今天我们有很重大的公安意外，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生理食盐水，可能威胁到国安危机的，就是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手中的输液库存拉警报将近2个月。如今食药署执行专案进口，要补足输液缺口，但似乎也有疑虑。你们是怎么决定是这7家要来进口我们现在2-3倍价格的输液？还有这家衡山是为什么会被你们列进去？尤其是你们在网站还曾经公开说它严重违反 GDP。那如果这个业者已经提出改正报告，而且经过我们确认没有问题的话，那这等于他的违规已经矫正。卫福部忙着补足基本医疗耗材，但总统赖清德宣布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未来医疗相关的问题到底谁才说了算？健康台湾促进委员会所做的决议，卫福部是不是要照单全收？你有没有说不的空间？你认为他会尊重你吗？我觉得他们都会尊重我。强调外部沟通没障碍，但却传出内部派系斗争争议，才让吴秀梅被辞职食药署长一职。如果说卫福部的派系斗争是我子虚乌有，人事的更换，那都是按照人生的规划，高阶的各官员或者跟我们的立委，当然有一些观念不尽相同，那都是要沟通，没有所谓这样子，因为以前的这样的心结而被拔关。前部长陈时中也帮澄清，毕竟共事多年，各种滋味，前长官很了解。卫福部内外争议多，眼前医疗耗材缺乏，恐怕才是重中之重。这个问题很严重，真的已经是国安问题了。我觉得食药署说的谎话在骗我们。我特别去请教了药师工会，药工那个工在不？一共小的诊所根本已经几乎都叫不到，连大的医院，大医院现在是怎么样？你给5箱，他只有给你2箱。现在卫福部还跟你讲说，我们到这个月底还这几天都还有存量，所以已经是不够了嘛。那现在还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紧急说开放，就是刚刚讲的专案8家，然后8个国家15种的这个输液赶快进来。
结果现在第一线的听说那个不大知道怎么那个操作，也对，问题都是一堆啦。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赶快用那种非常严重的那种心情，或者非常紧急的10万火急赶快去面对这个问题了。但是它结构面可是2个，一个就刚讲的嘛，你垄断，一家占了大概7成左右，7-8成以上呢。那第一个价格那个你的点数又那么低，这2个赶快去解决。那更急的是什么？立刻就刚的一个都没啦。事实上，现在政府不能跟我讲说，你去的还是有病人去了，或者要打主意，就是没有嘛。政府要讲真话了，赶快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事情简单了，就是赶快紧急进口嘛，就这么简单嘛。几百的是不啦，不会操作，不会有问题了。怎么会不会操作？那个苏毅，这个专业的人大概都很清楚嘛。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这种事情怎么没有预警啊？没有预警，这个才是重点。今天缺输液，哪天可能缺什么抗生素？不止没有预警，就那个便宜啊，说还够啊。那这个就是怕被骂嘛，所以有一点隐瞒嘛，那这个不对嘛，所以我觉得新政府上来要面对的就是你既然知道面对这个国会是这么强大你应该是更比以前要更认真的去掌握了而且是更诚实的去公布，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民心，你知道吗？这个才是重点。你不可能得到国会对你的支持，但至少可以得到社会对你的支持。如果今天连社会对你的支持都输掉的话，那民进党还打什么仗啊？曾经会就问嘛，你现在从7家进口，价钱是台湾的2-3倍，那你怎么挑这7家？中间有1家还违反 GDP 那在网上被卫福部公布你也把它放进来要输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我觉得其实过去这8年，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对民进党真的觉得很难信任。大家从口罩、从快筛到疫苗，通通都在搞黑箱，然后每次都是一个小吃店，莫名其妙就拿到药证，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进口。那这次输液又是类似的状况嘛？为什么就是一家垄断呢？好，吴秀梅说不是被突然拔关，明明戒掉的时间还有半年，为什么突然把它换掉？话该说清楚啊！我觉得其实上次就有听那个沈富雄沈大佬讲到说，这个输液基本上这个因为利润太低，所以没人要做，所以我们只剩下一家厂商，他们政府压他们压的只剩下一家厂商在做这个事情。就最后面这家厂商出现这个制造问题的时候，制造不符合的时候，就整个全部垮盘。全台湾只靠一家输液厂商在做。那所以说，这现在状况其实不只有输液而已啊，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很多利润很低的那个药品都不能用，因为去年81亿的这个药品补助费直接砍了25%，只剩下56%，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利润很低，但是很重要的药都不能用。另外一方面，不生产的了，不生产。另外一方面是就是说，其实这7家严格讲起来，我认为可能也有弊案，就跟超市一样。为什么是这7家 ？SOP 在哪里？标准在哪里？来有没有？民进党的用人逻辑都是靠你的政治效忠跟你的能力都没有关系。像这个问题，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今天全面性的大爆发，难道不是你陈时中非常的没用吗？可是陈时中现在不但呢继续做高官，还继续扮演他的重要角色，然后一点都不为他把整个系统搞坏而负任何责任。民进党真的不要花那么多的精神，要把谢国樑给扯下来。然后花那么多